你有过在儿时丢了的东西出现在20年后爱人手中的经历吗？大雄曾经亲手缝纫过一条手帕，而值得他这么做的有且只有静香一人。生日会当天，别人送的都是如静香这种女子般动人美丽的花朵，又或是提升一个人精神层面的书籍，只有大雄送了条别具风格的手帕。虎父二人无情地嘲笑着礼物的寒酸，却忽略了礼物的价值并不在于贵贱。静香毫无保留的喜爱，就是对大雄最好的肯定。而胖虎送出的胖妹的画作中，有一名风度翩翩的王子，令静香对未来芳华之年将会遇到的王子充满了期盼。提前知道未来的大雄也很想将两人的故事早些告诉静香，可小多拉却对大雄要将未来的自己带来见静香这件事提出了反对的声音。因为当一个人不能足够优秀时，一厢情愿的喜爱会成为一种负担。他拿出时光电视查看20年后的大雄，却看到一个被生活的波涛巨浪所淹没之人。可两人还没有过多时间去惋惜命运的不如人愿，未来的大雄就穿越屏幕出现在了两人的时间线。他在此刻没有做过多的解释，便奋不顾身地奔向了静香家中。可当一个人外表不能足够洒脱，说话充斥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矛盾，便会被人嫌弃。大雄将他抓回后，才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未来大雄的生活中也有着诸多无奈和惋惜，这种颓废的态度让他忘记了去年的结婚纪念日，夫妻间的关系也因为诸多琐事渐渐产生了裂痕。今年的纪念日，他挑选了静香所爱的项链，准备在当日送到，给静香惊喜，却因为自己的疏忽，将送货日期写成了目前时间线上的今天。而礼物中还有着一张代表爱的卡片，记录着两人从相知相识到相爱的整个回忆。如果此时的静香得知未来的王子是大雄的话，或许就不会有大雄熟知的未来了。为了不让自己的幸福支离破碎，三人来到了静香家门前蹲守，恰巧遇到了来自未来的送货机器人。可当今的社会丢件是需要赔钱的，机器人并没有将货物转交他人的权利，而武力阻止又效果甚微。眼看送货机器人要去寻找静香，小多拉只好用自己吨位不轻的身躯强行将送货车暂时留住。可临时的计划往往充斥着坎坷，即便三人加在一起，也没能敌过未来的科技被带上了天，而机器人往往又是不具备感情的机械。未来大雄被无情地甩出，落入河中。可当他从河中爬到岸边时，却在这里遇到了他从儿时便一见钟情的心之所向。眼前之人是如此陌生，却让静香有种熟悉的感觉。他将雨伞递给男人，并恋恋不舍地送上大雄送给他的手帕，供男人擦去雨水。虽然目前的静香不曾见过未来的大雄，但人生是一个重复的缘，即便跨越时空也注定相遇，这便是人世间奇妙的缘分。他们一起在雨中漫步，未来的大雄也诉说着那个牵动他心肠之人的各种好处，并隐藏了两人因为琐事而发生的争吵。在他口中，妻子是一名贤外慧中非常出色的女子，这让静香也憧憬起自己未来的白马王子。他梦想中的他温柔体贴又帅气，骨子里刻出的先天条件大雄并不能篡改，但大雄却会在未来遵守承诺，带给静香一场纪念青春的旷世婚礼。未来的大雄告诉静香，即便他的王子现在可能又懒又笨，但却会为了实现静香的梦想不断努力，而这场单向或双向的奔赴注定不负你我。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雨过天晴后两人也注定离别。可静香却在短暂的相处后坚信那个女子一定深深爱着大雄。而就在此时，送货机器人再次出现在了头顶，两个大雄也跨时空合力阻止起来，最终还是小多拉这个最强辅助立了功。他用时空交换机将未来的静香家带到了这个时空，而这份跨越20年的礼物也终究交到了对的人手中。爱情有时候并不需要过多热烈的感情，而是需要一颗真挚的心便可。两个时空的大雄也在此刻挥手道别。可在未来大雄走后，静香却出门寻起了他，因为他曾视如珍宝的手帕被男人带走了。缘分或许就是这般妙不可言，因为即便这个时空的手帕不见了，也会在20年后的某天，由他的王子再次交还给他。有人说儿时的静香并未认出未来的大雄，可我却觉得静香在短促的相识中感受到了漫长的一生。那一瞬间的相见欢是他想要寻找的幸福，才会在有生之年与大雄谱写爱的序章。